大家好，这里是包袱慢慢游。古建筑去看北京，讲文化还属孔庙。孔庙和国子监想必大家都去过，但今天包袱带大家了解的是这些历史古迹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在到达孔庙之前，咱们先要经过国子监街，这里以前叫承贤街，一路走过去能看到4座牌楼，这是北京城跨街牌楼仅剩的4座，其余的都在建国后拆除了。当然公园和坛庙内的得以保存。有人说小西天也有牌楼啊，小西天那个是1989年后新建的。有人说前门也有5牌楼啊，5牌楼其实也是55年拆了，后来才重建的。在进入孔庙和国子监之前，我们先提个概念，就是左庙右学。左庙右学呢，又称庙学合一，是指中国古代在学校期间进行祭祀孔子的活动。在古代孔庙未修之前，学宫里就有祭祀先师先圣的礼仪。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而国子监呢，是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机构，这就对应了一庙一学这个词。古代的帝王先在孔庙祭孔，然后再去国子监讲学，所以这俩地儿是挨着的。今天我们逛孔庙和国子监，用1张票就够了。进士题名碑进了先师门呢，左右两侧一大片的碑林就是进士题名碑。古代选才取士基本是靠科举制度来实现的，就如同我们现在高考一样要考试的。那我们来捋一捋进士到底是什么级别古人呢，参加科举考试分3种考试级别，分别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呢，就是每隔3年在省城举办的考试，参考者为秀才，考中呢则为举人。会试呢，就是在乡试的第2年春天举行，地点在京城礼部官衙，举人参加，考中后成为贡士，第1名为会员，不是那个VIP 会员那个员是元神的元。殿试呢，在会试合格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或者大臣主持的就是殿试，合格的呢统称为进士。1甲次进士及第只取3名，就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2甲次进士出身若干名，第1名统称传卢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3甲次同进士出身若干名。而在国子监学习的考生呢，则能直接参加会试，那就证明了这个在这里学习是有一定门槛的，这就跟中央美院附中是一个道理吧。这里的进士题名碑呢，就是记录了历代进士的人名，其中不乏有众多名人，比如说明朝的于谦袁崇焕还有清朝的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碑亭又称济公碑，它在孔庙里面占了大部分空间。孔庙院内共有14座碑亭，其中前院有3座，中院11座。内容分别为明清2代修缮孔庙、国子监、御书赞颂孔子诗文，以及皇帝征战平定边陲告成太学的济公碑。14座碑亭中，除了一进院内明代碑亭为红墙绿瓦，其余13座全为红墙黄瓦歇山顶。那这御制济公碑呢，一共14座，分别属于大成门院内东西两侧的碑亭内。这个济公碑不仅北京孔庙有，曲阜孔庙也有，全国各地都有。这是为啥呢？这是因为清朝皇帝立碑之后，各地官员拿到拓片之后，上行下效，在全国范围内都立碑于孔庙。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一场战争发生之后，怎么样做好后续的宣传工作，这是执政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西北边疆的统一通过告成太学而昭告天下的方式，
成为读书人耳濡目染的关注，进而向全体国民表达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强化了多民族共同体，也就是一个中国的概念。包袱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大成殿，过了大成门呢，第二进院的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大成殿。这里要点题了为什么说北京不只有故宫？那孔庙和国子监能跟故宫相比吗？咱们就来细说一下大成殿是孔庙的主建筑，是供奉孔子神位，祭孔时皇帝行礼的地方。注意是皇帝行礼，其他人呢只能站在殿外。大成殿是5进9间，双层飞檐，黄色琉璃瓦，顶部正脊两端均装饰龙形螭吻。殿内金砖铺地，整体规制呢与故宫太和殿无二，但是的确比故宫太和殿要小一点。这里的5进9间是什么意思呢？几进几间和经纬的含义是一样的。间说的是横向柱子之间的空间，进呢说的是纵向柱子之间的空间。古人用几进几间来表示房子的规格，就和现在说几居室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进是进深，间是面阔。易经上说九五飞龙在天，九五和龙呢都是至尊的代表，只有皇家才能使用，老百姓是不能用的。而5进9间属于是国家最高等级的建筑规格了。那故宫太和殿原本其实也是5进9间，但是康熙年间呢重建太和殿就改成了5进11间。旁边的太庙也是5进11间，所以能看出来大成殿规格之高，这也体现了历朝历代对于教育和文化的看重。那大成殿呢有2个部分需要着重讲一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匾额，它的外面的这个匾额万世师表是咱们的康熙爷亲笔御书的，左侧呢题有康熙甲子孟冬禁书，还有一方康熙之宝的满汉文玺印。甲子嘛就是康熙当年的1684年，孟冬呢就是小阳春，就是冬季的第1个月，农历10月。那大殿内有10块匾额，除了正前方的道洽大同黎元洪书写的之外呢，其他8块均为清朝皇帝御赐那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另一个要着重讲的呢就是殿内的4配12折。殿中央就是孔子的神位，4配呢在孔子的左右两侧，分别是颜回、子思、曾子呢和孟子。那12折呢分别在大殿的东西两侧，这里也不一一介绍了，着重要说的就是其中11位都是孔子的学生，但只有1位不是，大家猜猜哪位？对，就是宋代的朱熹。大成礼乐，逛完大成殿继续往里走，会发现这里有座孔子像，这应该是第2座孔子像，第1座是在第1进院落里面的先师孔子像，然后这一座呢是第2座，第3座还有第3座，第3座是在国子监里，在碧雍和仪伦堂中间。那这座孔子像呢是翡翠玉石雕刻而成，据说是和孔子等身高的1.9米几，山东果然出大汗那大成殿背后就是崇圣祠，这里是祭祀孔子父亲梁叔和的地方。大家看到这里有个舞台，这里每天都会有大成礼乐的表演。礼乐文化就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呢则包括了音乐和舞蹈。演出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应该是根据季节和游客人数会有变化，人少演的自然就少，包袱来的时候没赶上，估计就是游人太少了没有演。乾隆十经，乾隆十经在孔庙的西侧，也叫做乾隆13经，就是将儒家的13部经典刻在了石碑上。13经呢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人说啊，这是体现了乾隆好大喜功、文治武功的特点。这方面咱们暂且不论啊。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古代啊，存储和传播的手段有限。比如说咱们夏商周朝完整保存的文献资料都很少。到了明清时期呢，虽然可以用纸书写了，但是民间流传的这些经文啊，比如13经啊，数量稀少，版本不一，普通人想读都很难读到。而石刻呢，有保存时间久、不易损坏的优点，所以呢，这些给后世留下的文献意义就非常大了。琉璃牌坊从乾隆石镜出来呢，或者从持进门过来，就到了西侧的国子监。国子监的正门呢是集贤门，意思呢就是汇集贤人的意思。再往前走呢就是太学门。那进了太学门呢，就是进了国子监的教学区了。正前方就是琉璃牌坊，这是北京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当然也可以叫琉璃牌楼。包袱觉得叫琉璃牌楼更顺口一些。琉璃牌楼呢是3间4柱7楼式，正面书写的呢是环桥教则，背面书写学海节观，均为乾隆皇帝御笔。一般呢，咱们看到这种牌楼背后基本都是有很重要的建筑物，而这个琉璃牌楼正前方呢，就是乾隆爷为了讲学而建的碧雍。我们回过头来说牌楼这个牌楼上面写的环桥教则的环字呢，用的是很讲究的。大家还记得这个环字在哪个建筑里出现过呢？对，就是圆丘，读法不一样祭天当然读圆，而环呢是环绕。大家看这个碧雍的平面图，是不是很有天圆地方的感觉？环桥教则、学海节观的解释呢有2个说法。第一个呢是指碧雍环桥施教，泽及后世，而学海无涯，治学嘛应该有目标，研究嘛需要有范围。那第2个解释呢比较接地气，就是说赞颂乾隆爷呢教化恩泽学子，学海节观呢就是说下面的学生官员众多，皇帝临用讲学的时候呢不得不靠水将学生们分开。第2个说法如果你换别的皇帝，包袱觉得这是荒谬，但是如果是换成乾隆爷的风格，还真有这可能。你们觉得呢？独占鳌头，穿过琉璃牌坊右手边呢有一只琉璃鳌头，千万记得都去摸一摸。这意味着独占鳌头，一举夺魁，连中3元。特别是考生们一定要摸临雍讲学，乾隆爷经常会在国子监进行讲学。之前的讲学呢都是在碧雍背后的仪伦堂，但乾隆爷老觉得这不够气魄，于是呢就让当时担任工部尚书的刘墉去建了这座碧雍大殿。建成后的第2年乾隆爷开心的不得了，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首次临雍讲学典礼，那叫一个声势浩大，盛况空前。咱们现在这个碧雍殿的4角的4幅图画就记录了当时临雍讲学的盛况。咱们看这一幅这个 VIP， 咱们的 VIP 讲师乾隆爷呢坐中间，殿内东侧呢站着一排王公贵族，西边呢站着一溜正部级以上的大臣，其他听讲的学生呢和各级官员就跪在环桥以南的甬道2侧。据记载仅听讲的学生呢就有3088人，再加上北京的各级官员、朝鲜使节等呢，不下4-5千人。那远处的这些人怎么能听得清乾隆爷讲什么呢？这就要提到一个官，传卢官，千里传音的，也就是前面说的进士提名杯时的中进士2甲第1名的呢，就是传卢官。一般呢都2人一组，
毕雍外站一组，就是图上的这俩人。然后呢，琉璃牌楼站一组，太学门站一组，然后集贤门外再站一组，乾隆爷说一句传一句，这样呢大家伙才都能听得清。四厅六堂，咱们看这个碧雍大殿呢的两侧就是四厅六堂。国子监的四厅呢，就是等于是学校的行政和教学管理部门，包括呢神签厅、博士厅、典部厅和典籍厅。那其中仪伦堂的东侧的神签厅呢，就等于是现在的教导处，主要是负责管理那些犯社的学生啊、一些纠纷啊什么的。那六堂呢，是当年国子监学生上课的教室，包括率性堂、诚心堂、崇智堂、修道堂、正义堂和广业堂。那六堂中，正义堂、崇智堂、广业堂呢是初级班，相当于现在的大学1年级，学期呢为1年半。修道堂和诚心堂呢是中级班，2年级，学期呢也是1年半。那率性堂就等于是高级班，学期呢为1年，大约一共上4年。但是升入高级班以后啊，要实行积分制，1年内积满8分才能毕业，要不然就要留级。这个积分制就跟现在的上大学的积分制就很像了啊。红漆还是黑漆？最后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国子监的大门。根据建筑规制，明清两朝的行政机关的大门和柱子呢都是黑色漆绘。因为国子监是教育机构，所以当时采用黑色门柱呢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呢，建国后对国子监进行修缮时呢，发现当时的柱子呢都是红漆，也就是这个大门外呢是红色的柱子。而对于是否改成黑漆呢，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而在某天修缮的时候呢，工人师傅无意中发现了一幅光绪年间的国子监全图。在这幅图中呢，国子监中路的建筑都是黑色漆绘，所以呢，在后面的修复中呢，就把红漆改成了黑漆。至于为什么是红色，听说原来之前的国子监隶属于别的部门管辖，人家好心修复成了红漆。你看这事闹的。好啦，孔庙和国子监这次就逛完了，咱们下次见，拜拜。希望我这视频记得一键3连啊。